我叫乔任兴，我是东平市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。今天是万海案开庭的第一天，我也活不下去了，因为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现在正在东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为大家进行现场报道。今天，万海案将在这里开庭审理。万海通过暴力手段强迫交易，低价强抢东平市物资集散中心。办案机关以此作为突破口，发现万海在东平盘踞10几年来，故意伤害、非法拘禁、挑价勒索，劣迹斑斑，早已成为一块令东平百姓苦不堪言的社会毒瘤。经过2年多的深挖细查，东平市政法系一举铲除了这个深藏在相关矿业、货运及娱乐产业背后的犯罪组织。我市出现这样的案件，社会各界都深表关注。我们期望司法机关面对这样的犯罪行为，露头就打，除恶务尽，还人民以正义，还东平一片天朗气清。好的，往哪看？往哪看呢？往下看啊！往里走。跑队。后面的，都跑好队啊！快点，跟着，跟着。请全体起立。请审判长、审判员、人民陪审员入庭。全体请坐。现在开庭，请公诉人宣读起诉书。海东省东平市人民检察院以东检刑诉748号起诉书，指控被告人万海及其团伙成员共22人，分别犯组织、领导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、故意伤害罪、强迫交易罪、敲诈勒索罪、聚众斗殴罪、妨害公务罪、开设赌场罪、组织卖淫罪。万海无罪，我们不是黑社会，全都是诬陷，我们是被冤枉的。上海案与万海无关，都是有预谋的。法庭，代理法庭。张文静，闭嘴！你闭嘴！张文静说的对，我爸不是黑社会。
就能定罪吗？法定秩序，再不就能把他定成黑社会吗？公诉材料经不起推敲吗？万海在被审判，我在这儿也在被审判。我承认，我拿过万海的钱，答应帮他们洗脱罪名。我对不起党，对不起国家对我的培养。我走到今天，都是我自己的问题，我自己犯下的错，我咎由自取，我死有余辜。万海不予定罪了！你是被冤枉的！告诉他们，是被冤枉的！我们是被冤枉的！赶紧说话呀！你告诉他们你不是黑社会！你告诉他们你不是黑社会！这帮人陷害你的！有没有顺利的地方了，公平？公平有没有顺利的地方了？这是冤案！你认罪了！你不要以为懂点法律就可以在打屏上胡说八道，你这种不孝！喂，兰书记，我李仁进。有些情况想向您汇报一下。今天开庭出了点问题，具体的情况我一会儿当面向您汇报。现在要特别注意舆情，现场来了很多媒体，我担心会有不好的影响。刘主任，张老师，来吃了吧，走啊！白助理，那咱们就正式开始了。海东省检察院第11部检察官洪亮，我是检察官助理张怀恩，就江南市检察院1部主任王春祥同志因押解嫌疑人的途中违规改变路线，致使嫌疑人受伤一事进行2次询问和调查。根据第1次调查和询问，你帮我把手铐摘了，你让我踏踏实实给我爹磕个头。回去以后，我什么都交代。这可是你说的。把钥匙给我。爸，儿子对不起你，儿子给老人家抹黑了，爸。你干什么？王老师，整个过程就是这样吗？是的。那您再看一遍，是否有遗漏或者错误的地方？没什么问题，细节都很清楚。好，那麻烦您在最后一页签字吧。那么，这个有没有遗漏的细节？你再想想。没有，事实完全清楚。好，那麻烦您在最后面签字吧。好。不好意思，郑主任，亚平主任，打扰一下。王老师，这字儿不能签，咱们去找领导。这事儿就不要上升到领导层面了吧？王老师，您干了一辈子了，还有半年就退休了，
非要在这个时候被处分吗？洪亮同志，你们辛苦了啊！那这个案子先停一下，走，咱们找领导去。这怎么停啊？我们在走正常流程呢。正常流程。洪亮，你们11部是查什么的？查职务犯罪。王老师职务犯罪了吗？他是玩忽职守了，还是徇私枉法了，还是刑讯逼供了？他够得上你们11部哪条？郑主任，这事错了就是错了，咱们得承认。王老师，您先别说话。洪亮，王老师让林喜去上坟，不是因为他心软好说话，他是要感化林喜，希望林喜在到案后可以把全部罪行都交代了。事实证明，他确实是都交代了，对不对？但这是您1部的案子，跟我们11部没有关系。你是新来的吧？怎么跟主任说话？注意态度。你们继续。洪亮同志，哎，王老师这属于办案事故，应该是检务督察室管。你出面申请让他们重新查，你们11部不要掺和。再借一步讲吧。其实啊，我们也不想来。但是领导给我的反馈呢，是说检务督察室最近特别忙，一个人都抽不出来，只能让我们11部临时盯上。我也是没办法。你是没办法，还是不想想办法？检务督察室现在忙，过2天不忙的时候再办呢。你着急这2天让人签字吗？你别着急，我甚至还跟孙专委表达另外一层意思。我说，因为春香同志本身是江南师院的。我说这个案子其实完全可以打回到江南师院，让他们自行解决、自行消化。结果我们专委把我一通臭骂，他说：“洪亮，你是不是忘了咱们省委第11部的部门职能了？你怎么想这个问题？”整得我非常尴尬。其实想想呢，领导说的也对，王老师呢，他是从江南师院借调到咱们省院的，而且这个事儿呢，又是出在说给咱们省院办案的过程当中。那你说，您就是办理王老师借调手续的人，我想这个情况您一定比我更了解，你别为难我。洪亮，哎，你看啊，咱们办案子讲究天理、国法、人情，你们11部办案讲天理。讲国法，但是你们讲人情吗？喂，洪亮，你别假装接电话。哎，老洪，现在方便吗？喂，喂，老洪，你听得见吗？我听得见，你说。老洪，老洪，你听得见吗？接完了吗？您请说。回答我的问题：你们11部办案子，讲不讲人情？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，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，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。我们11部的作用呢，就是为了刀刃向内。约束自己的同志，我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，我相信亚平主任一定比我更清楚。说，如果您觉得我们今天这个办案的方式方法有问题呢，您可以向有关领导去反馈，我一定虚心接受。如果您觉得我们今天在办案过程当中，我们的处罚标准超标超规，也欢迎您向有关部门进行申诉。我是要申诉。好，你倒是给我时间呢。好的，亚平主任，小张，这样，王老师今天这个字儿。暂时可以不用签啊，但是亚平主任，麻烦您给我写一个情况说明，因为我们的办案进程被迫被您给打断了，要不然我不好交代。我签了，不好意思。今天我们临时开个会，法院那边刘院长还在住院。
就温厅长代表了。案子走到今天2年多了，各位在这个案子上确确实实付出很多，今天出现这样的问题，没什么可说的。我先检讨，我们审查起诉工作做得不够扎实，我们的公诉团队没有发现张文京的思想状态不稳定，给各兄弟单位添麻烦。打住吧，有的是时间检讨。许局，你先说说。啊，那蓝书记啊，我就简单的说几句。张文京胁迫证人、伪造证词，这个事儿是个事实，我们这边查得很清楚，相关的人证、物证都在，相互印证，形成闭环。至于这个张文京啊，在审查起诉阶段到底是怎么了，这个。这个案子呢，案情重大。开庭前，合议庭成员认真研读了案件材料，严把证据观、法律文书观，对重大疑难问题做了专项研究，没问题了才开庭的。张文京是万氏集团的法律总监，从万海被刑拘开始，就是由他来做万海的辩护律师的。具体情况，谢主任。你介绍一下。好，在审查起诉阶段，我们发现近年来张文京明知万海团伙实施违法犯罪行为，却屡次三番为其提供法律帮助。我们顺藤摸瓜，发现万海团伙在东平市欺行霸市这么多年，张文京早已涉嫌参与多起该团伙的诈骗和敲诈勒索案件，可以说他就是万海团伙的骨干成员。你怎么回事？你要打算靠这种方式发声的话，你是不是应该提前跟我沟通一下？最起码你得让我知道吧，我也好有个准备，效果也能好一点啊。隔墙有耳，这件事只能我自己知道。就这一次开口的机会。那下一步呢？算了，别说了。放心，我会动用所有关系，先打听一下上面对这个事儿到底现在是一个什么态度。我再去找找雨邪。你现在都把这事儿闹这么大了，不管怎么着，咱也得听见点动静，对吧？我让你们复盘，你们在这说自己做了多少工作，标榜自己多么辛苦。2年半的时间，你们自己也都看到了，开了庭就是这么一个状况。任俊同志给我打电话，要我注意一下舆情。那请问，这舆情只是注意就可以的吗？你作为东平检察院的代理检察长，你的责任是什么？你的工作重点是什么？不是因为我是从检察口出来的就批评检察口啊。审查起诉是干什么的？不就是为了开庭做准备吗？如果你们的工作做到位、做扎实了，会出现张文京这个状况吗？大家都不要推卸责任，也不要回避问题，还是要从控方找问题。
公安局要进一步查清事实。好的。检察院要加强审查监督，把证据做扎实了。证据扎实了，无论他是否认罪，都不影响判决结果。我们尽快拿出方案来。谢谢。谢谢。张文京在法庭上说我不是黑社会，你怎么看？我该怎么看？我问你，我是黑社会吗？有什么意思？我问你，我是黑社会吗？你不是吗？跟我俩在这五五玄玄的，你连个张文京都弄不明白，你不是挺大能耐的吗？你告诉我，下次开庭是哪天？玩线了吧？张文京再怎么闹也没有用，他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骨干成员，这个事实不会改变。我敢肯定，下次开庭会很快。之前向你保证的判决结果、立功减刑，全都会照原计划进行。所以你现在必须相信我。我说过，这个会都要到，乔主任怎么没来？前2年这可是他的案子。打电话通知了，早上还碰上他了，后来就联系不上了。这就是你带的队伍。张文京的事情，估计省里已经知道了，不要等上面来问，要主动去汇报。抓紧想想，怎么去说。我儿子呢？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法庭？他为什么会出现在东平？当初你们怎么带我的？是谁说把他弄到国外的？我告诉你们，要是我儿子有个3长2短，谁他妈也别想好活。你知道我劝了你儿子多少次吗？你不知道你儿子性格跟你一样吗？他为什么出现在法庭？因为他知道开庭日期。他为什么还在东平？因为我劝不动他。我告诉你啊，他今天的行为就是扰乱法庭，要不是我帮他，他得关起来。把我这句话给他，你告诉他，我在里边一切安好，让他本本分分、平平安安。程子健大律师答应我，让我早日服刑，立功减刑，我们早日相聚。我说清楚没有？重复。
在里面一切安好，他让你在外面平平安安、本本分分。程大律师答应他了，你爹会早日复刑，早日减刑，早日团聚。你在哪？2天没见，我想死你，干啥去了？我去哪儿还要跟你汇报一下呗。任务圆满完成，王春祥的案子还顺利吗？异常顺利。那你忙去吧，还在这儿干嘛呢？忙啥呀？没有工作了，该交接都交接完了。催着我给你办离职手续呢吧？咱俩上海籍这么多年，您最了解我。我是那种势利的人吗？就是这个离职报告，你这辈子不批怎么了？你还是我的好领导，还是我的好朋友。离职手续我已经递交上去了。张检刚刚来咱们这儿，那么多事够他忙的，再等等。你这是好朋友说的话吗？那该怎么说呀？我到张检那儿给你督办一下。你干啥呀？你别挤兑我，你明知道我着急要走吗？你别给我穿小鞋。洪亮，着急脱这身衣裳，无非有2种情况：一种是躺平不作为，理想信念丧失，对检察工作失去热情。你是这种人吗？我肯定不是。第2种是有污点，屁股不干净。我屁股最干净了，不干净人能到你11部来干活吗？你可以查我祖宗8辈，肯定根红苗正啊！我全院最干净的了。所以吧，我们11部都是好样的，而且识大体、顾大局，对不对？哎，您给我一点假，然后我呢，先把媳妇儿安抚住。几天？怎么的不得1个月啊？不是，就是20天也可以，15天最低底线，真的1天都不能少了。你看啊，我过去得现租房子。孩子学校我得现联系，后边那个单位那个老板我得现约着人吃个饭，人大老板人随随便便能出来吗？这都我本人去了，然后时间都不固定，你假期你不富裕点吗？7天，包括法定假日。你是学法的吗？法定假日还克扣啊？1天找房子，1天给孩子找学校，还有1天陪新单位的同志吃吃喝喝，剩下的时间陪老婆。你的最低期望值是3天，张嘴就要1个月，啊，你咋想的？看破不说破，还是好朋友。7天也挺好，这么定了啊？走了。王老师，听我的，我跟领导请示汇报，申请重新调查。您别自己大包大揽的，那2个法警就没责任了？1个人扛和3个人扛，处分可不一样啊。不用了，那怎么着？你还想让那2个法警担责任呢？他们可是刚刚上岗，你知道考公务员有多难吗？2个孩子也不容易啊。您就容易，马上就退休了。洪亮今天把材料往上一报，您这降职处分可就板上钉钉了。那退休金差多少？婶儿算过吧？
你怎么摸到这儿来了？问的，给您买了几瓶酒。那进来吧。哎，来，老婆子，哎，来客人了。大姨在家呢。哎呀，哎，大姨好。哎呀，给您的水果。哎呀，你也知道我们家老王受委屈了，你们今天都能来看我家老王，我心里老感动了。孩子，谁们？啊。我忽然想起来，家里边有个会，我去看。哎，别走啊！不是我单位。既然来了，就别走了啊！来吧，快来，留下吃饭。饭都好了。来，曾主任也在呀。赶得早不如赶得巧。来，是。来，你就坐这儿。这样，别那坐着，我去拿碗筷啊。哎呀，多巧啊！哎呦，这酒不错呀，酱香。今天咱们就喝这个啊。好，来，酒杯来了。这酒是从老丈人那儿拿的，还是自己花钱买的呀？肯定我自己花钱买的。你老丈人是卖酒的呀？啊，他老丈人是我们以前的老领导。啊，领导啊。也快退了，现在在省政协。那也是领导。哎，你不热呀？哎呀，大衣脱了。对。来挺巧啊，赶饭点儿。我最近不怎么吃晚饭，减肥嘛，所以我就缺乏这个时间概念，糖葫芦。晚上不吃饭可不行啊，胃不好。这饺子刚出锅，来尝尝。好，大姨。哎呀，不用给我。哎，谢谢。看这孩子，你看，对不起。来给我。哎，婶儿啊，跟你介绍一下啊，洪亮，他就是办王老师这案子的11部检察官，洪亮。哎呀，来，李婶儿再炒2个菜啊！炒什么炒？家里没菜。小红啊，你身为11部的检察官，又是我这个案子的主办检察官，今天能亲自来我家，我心里很明白，也很感动。这件事儿就是我错了，你没有任何问题，啊。这段时间跟着亚平主任，也学到了不少的东西。亚平可是优秀的检察官，对，所以我希望你们以后能成为好朋友。肯定啊，但最好不是业务往来那种。不能，人家马上要走了。我听说，你是因为没当上副主任才走的。跟我说跟官儿迷似的。我是，不，您这个主任是实至名归，您是我学习的榜样。你哪年来的？我是120，比我大是吧？啊，这把岁数了，怎么连个副主任？洪亮，哎，你带来这个酒，不错，来，咱俩喝一个。哎，好。哎呀，来，敬您，谢谢。刚才说要走，去哪儿啊？北京，最高检。最高检那儿能给你个副主任当当吗？我是去给人当法务总监，国企。脱衣服。小红，你都已经到了3级高了，真舍得脱这身衣服吗？对自己人都能下得去狠手，有什么舍不舍的？王老师，不是所有人都像您一样，这样珍惜自己的衣服，珍惜自己的荣誉。对，我们家老王，他最看重自己的荣誉。老王年年都是优秀检察官，你说你让他背个处分，他怎么回去啊？同事们怎么看他呀？这是。别说了。主任，韩毅，吃饭啊。你早上吃啊？趁热吃啊。
您知道我当初为什么借调您来帮我办这个案子吗？我第一次见您的时候是在优秀检察官表彰大会上，我看到您这么些年，大大小小办了2183起案子，没有一次疏漏。2183这个数字，就是在全国的检察系统当中，那也是令人震撼的。这个社会的公平公正，就需要您这样的优秀检察官。主任，我借着您这个话题，我发挥一下啊，煽情表达一下。就我听见2183，洪检察官，我脑袋当时有个事儿想请教一下你。可是不敢。你们11部评判一个优秀检察官的标准是什么？我们孙专委这么界定。要办多少个自己人，才能完成1年的 KPI？我格局小了。这么说，你们得办什么样的案子才能立功？要说立功，我们老王这次立的是最大的功。你们就这么对待有功的人啊？你还有没有良心啊？好了，别说了。你知道吗？如果这个林喜真的死了，我这个家都回不来，这顿饺子我都吃不成。往中间来，咱俩一对来，好嘞，往后面去一点，哎，你看我这样行吗？来，开心一点，行。咋了？咋了？那有人！小红，对不起啊，怪我，怪我。我来唐突了，万事都怪我。我也确实没想到，说临着要脱衣裳了，最后一个要办理的案件是王老师。就说这个事儿，我说啥不能跟您道歉，但是我只能表示非常遗憾。就是我们11部吧，有时候确实就挺，其实我自己都。主要是能力有限。明天我就请个假，我得先去趟北京办点事儿。所以说以后什么时候还能再跟您聚在一起，不好说。今天能凑一块儿，非常感恩。我在此祝顺利。大姨啊，别生我气啊！祝顺利。曾主任，同祝顺利。
我的豆，咱们吃饭喽！姥爷，Good morning。红豆小朋友，早上好。徐总同志好。红亮，走，一会儿呢，我去送豆豆，你呀就直接去机场。谢谢徐总同志，你辛苦了。爸爸，你去北京什么时候回来？我过两天就回来呀。那妈妈什么时候回来？她得放假了。我已经开始想你们了。豆豆啊，等你爸爸妈妈在北京安顿好了，然后呢，你就可以去北京了。到时候啊，你就天天和你爸爸妈妈在一起啊。姥爷，到时候我就该想你了。哎呀，我的小豆豆，老爷没有白疼你啊。洪亮，你听说了没有啊？昨天东平检察院啊闹笑话了。第一天开庭就出乱子，一个被告人当庭喊冤要翻案。那个东平现在那个代理检察长李仁俊，是你同学吧？还有我同屋呢。啊，哎呀，这个影响太大了。是，所以我一直跟你说呀，检察官不好干的。是的。洪亮，我劝你改行这个事儿，你以后不会怪我吧？怎么会呢？我跟您汇报一下，徐同志，我这两天又认真的重新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。我觉得您提的这个意见，高瞻远瞩。就趁着我现在年富力强，换个赛道，还能再搏一把，也有个回旋余地。豆豆，快点吃啊！一会儿姥爷跟你一块儿去幼儿园。好。爸爸，我们大二班的果果来咱家玩，问我为什么你要管姥爷叫旭东同志，然后呢管爷爷叫爸爸。因为您姥爷在给爸爸当爸爸之前，他是爸爸的领导。那领导重要还是爸爸重要呢？算了吧，洪亮同志，这个问题对你来说太复杂了，你还是快点走吧。祝你一路平安。喂，哎，你好，麻烦帮我找一下著名的东平市检察院李仁俊检察长。咋的？挤兑我是不是？你的一贯伎俩，伤口上撒盐是吗？听出来了，气儿不顺呢。哎，我八卦一下，听说你们单位出事了。这个情况昨天省院就已经知道了。哎，不是，我说你这要脱衣服了，对工作就这么不上心啊？我确实不是一个八卦的人。我也是今天早上听这个省政协的某位同志说的，我才知道的。我这不关心你一下吗？咋样啊？啥情况啊？热闹吗？我谢谢你的关心。这么大个案子，前后我忙活了2年多的时间，一共20多个被告人，就一个当庭喊冤的，你觉得能有多大事儿？李代理检察长是嫌人少了呀？因为我要去北京嘛，我这忙里偷闲，我还不忘关心你一下。希望你呢也能够领点我的情，好吧？领，哎，你这看热闹的情啊，我肯定领啊。不过不好意思，我还扛得住，让你失望了。行了，不开玩笑了啊！我叮你一句，案子无小事，认真对待。行了，你一路平安吧。代问江民好啊。OK， 好，拜。
谁发现的？我就在那边。哎，现场在哪儿呢？在冰湖下面啊。前2天升温，河水化了一些，尸体啊，我估计是被河水冲下来的。你们几个发现了尸体啊？是。一会儿耽误你们点时间，给我们做个笔录，好吧？走，带路。好。来，前辈，这儿。前辈。炮，检察员呢？你带队和上游地毯上搜一遍。是。南京，给这几个大学生做个笔录，详细的询问一下发现尸体的过程。愣着干什么呀？认识啊？不认识。干活。哎。哎，老二，啊，我到现场了，是市检察院的乔振兴。喂，老许，陈杰啊，现在有空吗？到我这儿来一趟。什么事儿啊？电话里说呗。不行，咱们得见面聊。这么大事儿啊，非得见面说？赶紧过来。啊，行吧，那一会儿见啊。这会我就不参加了，把会议记录做得详细点，回头发我，我去一趟市局。好的，李爷。叔，我爸呢？我爸呢？嫂子，我先看点。咱不看了，嫂子，干我什么？进来。哎，许军。哎，孙局。啊，坐。我来跟您汇报一下。怎么样？有什么新发现吗？哎呀，从早上接警到现在，同志们一直在现场勘查，方圆2公里之内都搜查了一遍，暂时还没发现什么可疑的痕迹。我跟江队他们都讲了，让他们继续扩大这个摸排范围。人手够吗？够，我把分局业务口的人都派出去了。我看是这样，你们啊，先把外围的勘查工作尽量完成，然后形成报告之后呢，交给市局的刑侦指令。许局，你看能不能把这个案子交给我们分局来办？这个不合规矩吧？命案死的又是个检察官。重大刑事案件，这肯定是刑侦支队的活。许局，给个机会。你管这个叫机会啊？用词不当，就是什么呢？我是想给兄弟们一个立功的机会。遇到这么大的刑事案，1年也碰不到一回。这个万海案不是交给你们了吗？
这公务里的还嫌不够大。徐局，你一定相信我们的能力，我们一定会把这案子办好。可是想立功也不能抢案子呀。不是，稍等啊。喂，许局啊，是我蓝景明。蓝书记，我正想跟您汇报呢，死者已经确认了，是市检察院的检察官乔振兴。家属到现场了吗？家属已经到了，我也通知了李检，他正在赶来的路上。我想这件事儿还是当面跟他谈谈，有什么进一步的发展，我随时向您汇报。嗯，好。另外，孙飞最近表现怎么样？他一直挺想进步的。明白了，蓝书记，您还有什么指示？没什么了，先忙了。那好。可以啊，孙局，面子够大。蓝书记电话都过来了。嗨，哎呀，就是前些年我给领导们鞍前马后的领导们也这些我不管，案子可以给你。哎呀，但我有个要求，随时要向我汇报。徐局，您的恩情我记心里了。咱不来这套，办好案子才是关键。你必须的。我去。进来。哎，就你们门口那条路，没有一天不堵车的。有什么事儿不能电话里说呀？非常急的。哎，李局，我先走。好，你先走，你先。李健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你特意跑一趟。嗨，什么事儿啊？咱们先说好啊，你要控制好你的情绪，不能上头。赶紧说吧。你们那儿是不是有一个检察官叫乔振兴？啊，我们一部主任，我大学同学死了。节哀。在这个调查结果出来之前，我们还不知道是意外还是他杀还是自杀。但我这儿有个小小的建议。死了？在事情定性之前，咱们先都不对外表态，也不和家属接触。我这只是个建议啊，仅供参考。小美，小美，哥。小美，小美，小美。周梅，节哀。岳无挫伤为点，一般的啊，对不起。行，处理下去吧。好的。李姐。实在不好意思啊，他说马上就到。好，没关系。哎，1分钟，1分钟，马上就来了。你看这是不是？洪亮，这边，没事，稍等啊。就这儿，这儿停。你怎么才来？你等半天了。哦，
给你介绍一下。哎，哦，这位是韩主任，教务主任。哦，你好，韩主任。这是我老公。好好，那校长等着呢，咱们赶紧走。稍等，我取个行李。哦，好，哎，不好意思啊。哎呦，证书都带了吗？全都带了一个。这边我先查了一遍。哎，韩主任，我跟你们说了，别带这个，这是学校，不好看，一点特产也不值钱，一点心意。对。好。我给二位介绍一下我们学校。好啊。哎，不用介绍了，我弟都跟我说了，咱们小学可是北京的重点小学，孩子们都特别优秀。是。完了，我姑娘这边吧，我们平时也特别注意这个德育和美育双方面的共同的教育。孩子的舅舅跟我说了，是江总也特意关照我。哎，老师好，哎呦，小朋友好，嘿，慢点跑啊！太可爱了。你看人这学校，这学生多讲礼貌啊。我们这儿的入学条件啊，你家孩子都符合。那太好了。到这儿，快点啊！哎，我校长，我先接个电话，我先接个电话。快点！啥事儿？乔振兴死了。什么？乔振兴死了。有病啊！你赶紧，我这忙正事呢，快点！是真的，老乔死了。啥病？不是病，是据法医那边推测，溺亡淹死的。啥时候？哪儿啊？永清河，几个大学生发现的。这个天上就喝干嘛？我哪知道他上那儿干嘛去？我哪知道他为什么要去那儿啊？有进一步的消息，我再跟你说吧。好，先这样。好。洪亮，洪亮，干嘛呢这个？快点！酒库管理员呢？我是。以你的经验，像这种情况是多久之前凿的呀？这应该是昨天凿的，我看一眼就知道。我们天天巡查呀，查的就是这个。小杜，让痕迹把这个十字镐上的指纹提取一下，跟死者做个比对。江队，收到。搭上这个车好像有点问题。来了，把这个地方警戒圈起来。好，后面。这个。怎么了？初步排查过了，车辆完整，车内没有发现打斗痕迹，副驾驶的座位底下发现了一个白酒瓶，您看一下。还发现了个公文包。那您要是一居的话呢，就是性价比高一点，但是空间上呢可能紧张那么一点点。这套房源，它这个离学校也就是1公里多，开车的话就是4、5分钟吧。这套房的话是家具家电全带。洪亮，你说咱们租个1居还是2居啊？可以，也可以先租个1居，然后等你调过来之后，咱们再换个打扮，你说呢？对。出来。你没拿包？洪亮，你这什么情况呀？还有刚才你接谁电话了？从接完那个电话你就一直不对劲，心不在焉的。老乔，走。老乔过世了。就这儿啊？对，就这儿，就这儿。行，您刚给我打电话。您请进。哎，哦，行，那咱先看。哎，好，您请，您请。
哎，怎么样？公安给我来电话了，说在永庆河的上游发现一个冰窟窿，旁边有振兴的车、包，还有衣服。那就是说他掉进去之后冲下来了？现在还不清楚，得等公安那边进一步的调查。周梅现在怎么样？你说谁能接受得了呢？人走太突然了。今天有时间的时候也去趟他们家里边，看点周梅，还有然然。先这样。好好好。明天回趟东平。明天中午得跟张总吃饭，约好。以后张总就是我老板了。小月好不容易给找了这关系，还没去呢，先改时间，第一印象不好。他欠小远个人情，我让小远跟他说，改一天多大点事儿啊！人都走了，回去时还看不着哪去？不是踏踏实实把这边事儿办明白了，让人走也不安生。哎呀，我现在越来越觉得，你跟老领导这个角色相当英明。所以我等我再回海州，第一件事，我催孙亚军赶紧把我关系办明白。衣服一脱，哎，我带着小豆过来上学，老领导那边一退休接过来，咱全家北京安家，一家人骑乘证，一个都不少。对，珍惜眼前人。哎，还领导总结精辟到位。还怎的？我再问你一遍，确定不回东平了？我可给你嫁了。我就先不回了，嫁攒着呗。攒什么攒啊？嫁还要攒的，过这村就没这店儿。咋这样呢？各位领导，首先我要检讨，万海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案，是省市两级都关注的要案。开庭第一天就出现了被告人干扰审判的事情，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对于像张文京这样精通法律的专业人士，我们准备的不充分，功课做的不扎实，对案件处理造成了极大的影响。庭审视频我们都看了，张文京喊的万海不是黑社会，为什么？各位领导，张文京在法庭上说的话，那都是胡乱攀咬，根本没有事实根据。
我们经过审查发现，张文京在万氏集团任职期间，曾多次为该集团的违法犯罪行为提供帮助，甚至涉嫌参与多起诈骗、敲诈勒索等相关案件。他一开始呢，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，并且辩称说自己只不过是万氏集团的一名法务，他给万氏集团提供的服务也是法律中性工作，甚至说他对他服务的这家公司是不是犯罪了，他都不清楚。可实际上，张文京是从11年前就担任万氏集团的法务总监了。这么多年过去，他怎么可能对他服务的公司不了解呢？其实啊，他就是利用他学到的法律知识，协助犯罪团伙规避法律制裁。这个被告人当庭喊冤，他的原因和目的是什么？张文京当庭喊冤，严重的干扰了法庭秩序，混淆视听，干扰了我们审判。他呢，这是一种手段，是为自己脱罪的一种手段，或者说，他非常清楚，他有非常深厚的法律知识，并且熟悉我们的审判流程，所以他特意等着开庭的第一天，有大量媒体在的时候喊冤，其目的就是为了引起媒体的关注和报道，博取同情，并且利用舆论裹挟我们审判的方向。领导，我要汇报一件事情。我们一部主任乔振兴同志死了。啊？死的？什么时候的事啊？我已经去过市局了。截止到目前，调查工作没有实质性的进展。等一有结果，我会第一时间给领导们汇报。各位领导，我们的工作确实有疏漏，我们希望也期待着省院对万海案能给予更多的关注，还有指导，让案件切实地进行下去。时间也不早了，这么晚了还叫大家来开会，辛苦了。这样吧，你们先回去，我们这边再开一个党组会，研究研究。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？信息量有点大，也有些混乱。说一下怎么个乱法？信里直接指出乔振兴是被害死的，但又没写是被谁害死的。举报李仁俊是东平真正的黑社会保护伞，万海团伙不是东平真正的黑社会，也就是说，东平还有可能存在另外一个黑社会团伙，并且其背后有政法系统的保护伞。这封信对乔振兴、李仁俊、万海案提出了明确的定性，但只是观点，没说原因。对于这样的举报信，我们是有明确的规定的，必须查。在中国法律体系持续健全、法治社会建设稳步推进的当下，如果发生这样的案件，那将是极其罕见、骇人听闻的。对，可是张姐，别的不说，首先时间就不够。乔振兴、李仁俊、万海都跟万海案有关，包括张文京当庭喊冤，这都是搅在一起的。想要查清一点，其他也得理清。可是万海案已经开庭了，刑诉法规定，公诉案件必须在3个月内宣判，也就是说，所有的这些事情都要在3个月内查清楚。难啊！难，也得查。
领导，还领导好。洪亮，哎，到北京了吧？到了，今天到的。怎么样？还顺利吗？托您的福，一切顺利。那就好。明天啊，需要你回来一趟。哎，领导，我方便问一下，我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吗？因为我不知道什么任务。不需要，明天下午下班之前回来就可以。好，没问题，保证不迟到，您放心。那明天单位见。好的。早点休息。哎，领导再见。什么玩意儿？今天下午是谁打死说也不回去了？还是单位的领导说话好使啊？哎呀，真不由己，真是。你这，哎呀！严书记，根据这封举报信的内容，我怀疑东平市政法系统内部可能存在严重的职务犯罪问题，甚至有人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。万海案是轰动全省的大案要案，我建议省检察院成立一个指导组，让11部的同志参与其中，指导办理张文静案的同时，暗查东平政法系统内部是否存在职务犯罪行为，是否有人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，如果有，一旦查实，坚决打击，绝不姑息。明白。先麻烦了啊，快是。哎，正好我们李检到了。李检，谢主任。李检，哎，谢主任。李检，江队他们来了解一下乔主任的案子。啊，正好给许局打电话，有什么新进展？李检，事情发生的比较突然，还在调查当中呢。今天过来就是想了解一下乔主任平常的工作状态什么的。行，谢主任。那个万主任，你配合一下。哎，太麻烦了啊。哎，没事，江队。老乔就坐这儿。张队，老乔是怎么死的？还在查。谢主任，乔主任平时跟同事们关系怎么样？关系挺好的。那他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，或者说他情绪上有没有啥异常？江队，哎，乔主任这个人呢，平时就不爱说话，把他从万海案上撤下来以后呢，就更不爱说话。万海案这么大的案子，把他从主办检察官上撤下来，这全院上下都盯着呢，脸面上可能挂不住。你说这好好的一个人，怎么说没就没了呢？申请人洪亮，我是刚调来不久啊，对咱们本院的同志还不太了解，这就看到了你的离职报告。这可不是我对领导有看法，开玩笑。工作交接都完成了吗？专委很关照我，就没有最近安排特别重要的任务。前天是他最后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结束了，是跟春祥同志有关系的那件事儿，是吧？对。洪亮，啊，听说你跟一部的同志合作的不是很愉快啊？没有啊，因为流程都是正常的，推进的很顺利，一部的同志非常配合。是吗？哦。那一部的主任
亚平同志，你合作完了以后有什么想说的？就人很好啊，就是性格比较直爽，性情中人。但实话讲，就是因为我们11部这种特殊的工作性质吧，别的部门的同志对我们就相对比较谨慎，所以也没有更多的交集和了解。谨慎啊，你这个用词很有意思啊。好，就要离职了，最后的这一段检察官时光，你打算怎么度过啊？个人利益永远服从国家利益，服从集体利益。只要单位还有任务方面的需要，我义不容辞，坚决站好最后一班岗。在任18年，也才40多岁，这就要离开这个岗位，舍得吗？肯定舍不得呀。哦，对了，你老家是东平吗？对，东平市开发区洪家村人，因为我父母还在嘛，所以我没事老得回去。哎呀，这个东平最近是真不太平。万海案是吧？最近又出了一件事儿，那个乔振兴的死亡。洪亮，这事儿你也听说了吧？怎么回事？我不太了解具体情况，就是他们给我打完电话也没说清楚，就说是溺亡。但我听说他这2年喜欢钓鱼，就是不知道是不是野钓的时候你得砸冰窟窿，你至少得这么大。乔振兴跟你是大学同学吧？啊，你应该了解他。说说看。应该说他是我认识的朋友当中，最纯粹的一个人。怎么说？对理想，对人生的规划，明确的认为自己的目标就界定为检察官，那还真就实现了。就是我们上大学大1上学期那会儿，我记得那时候我就在开水房，我专门问过他，我说哥们儿，你这为啥当检察官？他就跟我说，因为检察官是坚守正义底线、捍卫公平的卫士。他跟我说这个话的时候，他有点抖。我当时我就顺着往底一看，我特别想提醒他，我说哥们儿你烫手了。他拎的那个绿暖壶嘛，它上面有特别大的一串红字儿，以至公无私之心行光明正大之事，自己写到绿暖壶上的，那开水就流在那个红字儿上，那个蒸汽腾腾的往上冒。就那一刻就我觉得好像我也应该当检察官。乔振兴的事情谁跟你说的？李仁俊，就那个东平市现在代理检察长。密码65。他们到了。